结婚前1个月，我男友出轨了，他妈还要我原谅他，说是男人都会犯的错。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不是软柿子，我决定婚礼继续。你家一个养猪的，我们2家不合适，慢慢可是集团千金。婚礼上，许晨拉着别的女人的手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当场表明身份，顺便拉了服务生结婚，姐可是土豪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跟许晨从大学谈到毕业，之后他上岸公务员，我也顺利成了教师。婚礼安排在月底，月初的某一天，我专门找人调了课，准备去查一下新房的装修。工人说装修完成度很好，刚到的婚床跟家具搬进去不久，我想先看看布置。我进门，看见门口的鞋子一愣，许晨不是说在加班吗？等会，这高跟鞋明显不是我的。我一惊，耳边突然传来的一声响亮的喊声，让我直接愣在原地。宝贝，许晨的声音中如此迫不及待，粗重的喘息声都清晰可闻。他出轨了，甚至连门都没有关。我站在走廊里，看着卧室里面的人，一度大脑空白到忘了行动。婚床只有一个床垫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若不是许晨那声宝贝喊得太响，我怕还在原地站着看他们。在极度的愤怒和悲怆中，我突然疯癫地笑开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！许晨和女人惊慌回头，我才估计被吓得不轻。他从起身到穿衣服到出来查看我的动作极快。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过来拉我，一脸惊慌失措，看了看门口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啪！我虽然气得疯笑，但还是结结实实给了他一巴掌。许晨瞪大的双眼中满满都是不可思议，继而又变得愤怒。你疯了吧？为了这事你居然打我！这事，出轨在他看来都是小事。许晨，你可知道月底我们就要结婚了？我从愤怒中开始变得委屈，更多是不可思议。许晨是我的学长，刚好是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走得很近。有些关系自然而然就成了，我们是众人眼中羡慕的神仙眷侣。除了他们家不太看好我，毕竟他们家都是铁饭碗的，家大业大。我爸妈就是个养猪的，我还有个弟弟。起初的时候，许晨为了我对抗全家，我以为我遇到了值得相守一生的男人。本以为一生平淡幸福，没想到在婚前1个月我被绿了。许晨低头不说话。姐姐别生气了，我们也只是玩玩。女人穿好衣服出现在我面前，娇俏的脸上明显比我小好几岁。我这几年疏于打扮，加上2年的班主任生涯，让我越发不爱收拾。哥哥跟姐姐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女人对我挤挤眼，那样子十足的挑衅。对了，姐姐，没事干也化妆吧，我刚才以为是物业大妈呢。女人的轻蔑的笑声瞬间点燃了我的火气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她有什么资格在我脸上舞？啪！我又结结实实给了许晨一个巴掌。操，你打我干嘛？管好你的狗，不然我只打主人。我不乐意跟这女人一般见识，有些戏才刚开场。我推开人离开，许晨拦着那女人不让出去，顺便捂住了她叫骂的嘴。没办法，许晨现在的身份，这事情若是捅出去，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出了门，我只恨刚才没拿手机录下视频，失算了。月月啊，晚上来家里吃个饭吧，我也给你爸妈打了电话，一起吧。许晨他妈倒是消息快，这事情刚出就开始准备鸿门宴了。去，当然去，我还想看看他们要怎么办。晚上8点，我跟我爸妈会合，
简单的说明情况后，敲开了许家的门。月月来了，亲家也来了，快进来坐坐。陈琳笑着拉着我进门，丝毫没有被今天下午的事情影响到。这心理素质不愧是几十年老油条。阿姨，有事您直说吧，我爸妈一会还要回去。我爸妈在乡下养猪，因为城里的环境不允许，加上我妈实在喜欢小猪仔乱跑的氛围，他们常年住在养猪场。嗨嗨，亲家也是忙哈，不过那几头猪一时半会不看也没事的。陈琳眼中都是轻蔑和嫌弃，上下打量了两眼我爸妈，拿着手帕微微捂了一下鼻子。现在嫌弃我们家有味了，这不是你着急火燎的喊我爸妈来，那么远，谁顾得好好收拾？我爸有些不乐意，目光明显一暗。我妈笑着开口，许久不来城里，我们有些不认得路了，还是早点回去好。说着，我妈拉了一下我爸的袖子。这是新鲜的猪肉，你们尝尝吧。我爸不太乐意，把装着猪肉的篮子放在了桌子上。哎呀呀，亲家公，这可是红木的桌子，你还是放地上吧。我爸着急开口，被我妈瞪了一眼，乖乖闭上了嘴。不知道今天专门喊我们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啊？我妈主打一个沉得住气，他们家不提，我妈绝对不开口。许晨这时也刚到家，看见我们一家三口，也只是点点头。你来了。许晨对我的态度，整个180度大转变，脸上那随意感，让我觉得我只是个路人。人都到齐了，陈琳这戏也开始了。紧张找你们来，也是想让许晨给月月赔个不是。不是？什么不是？小陈做什么了吗？我妈故作惊讶。陈琳脸色白一阵红一阵，不好开口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年轻人嘛，难免犯点错，小陈也是一时糊涂。我算是知道许晨敢出轨的原因了。陈琳一个当妈的，居然觉得儿子出轨是小事，感情不是他自己被绿。再说了，他俩结婚的事情，同事亲友都知道了，若是有个好歹，让人说闲话。开始道德绑架了，先认错，再来一套道德绑架。你儿子出轨这事情要是被捅出去，可不是小事了。我爸再能忍，此时也忍不住了，看着许晨的眼神似要吃人。突然，陈琳转身拿过扫帚就开始哭，一边哭一边追着许晨打。你个没良心的，月月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不珍惜，喝醉酒被人勾引了，我今天打死你，也还好给亲家出出气。陈琳哭得3分架，喜剧效果倒是拉满了。许晨一改刚才的不屑，居然抱着我的腿开始跪求原谅。折腾了半个小时，我妈累了，我也烦了。好了，这事就这样吧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陈琳和许晨见我终于松了口气，破涕为笑。月月只要肯原谅他，别说一个要求，10个100个要求都行的。婚礼提前半个月，这是刚才我跟我爸妈在下面合计的，我最多只能忍许晨半个月。半个月内，我一定要他们家收到该有的报应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就知道月月是识大体的。陈琳笑着拉我们就坐吃饭，我爸妈借口忙要回去。我知道他们只是吃不惯许家的饭菜，毕竟我爸为了迎合我妈的口味，还专门请了5星级酒店的厨师在猪场入住了。车内，我妈因为心疼我一直掉眼泪。宝儿，真不要爸爸帮忙吗？我一边安抚我妈，一边回话，没事，你女儿只是收起了獠牙当园丁，可还是头狼呢。我给闺蜜打了电话，很容易查到了那个女人的信息。找了一个晚上，专门开车去找了人。不巧的是，路上遇到了许晨的车。
我没有许晨倒得快，但也是前后脚。看着许晨开车进了小区，我步行跟在后面，直到看见他上楼，我这才在下面的花园等着。许晨出轨的事情，除了他爸妈，没人知道。我没有实际性的证据证明他出轨，不然早给他举报了。许晨是个谨慎的人，1个多小时后，他开车离开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留下过夜的。我敲响了林曼的房门，他给我开门的时候，衣衫未整，透明的黑色睡袍让里面一览无余。哟，正主又来了。林曼依着门，对于我的到来没有一丝惊慌，反而多了几分嘲弄。你来的不是很巧，他已经走了。林曼让开门，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。我即便是下定决心放弃，可是那心脏传来的钝痛依旧让我难以呼吸。这是我爱了3年的男人，曾经也温言细语地同我在一起。比起那天在婚房撞到他们媾和，我现在已经平静了许多。不必了，我跟他一起来的，知道他走了。我站在门口没动，那屋子里还残留着属于他们的味道，我并不想进去。我来找你，想谈个生意。既然许晨敢背叛我，我就让他身败名裂。笑死，你不会想给我点钱让我离开许晨吧？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笑的，看着我的眼神更是加深了嘲讽。500万？我挑眉，这种用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。你怕是疯了吧？500万，你现在能拿出5万来，我都给你磕个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反手给我弟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带现金过来。1个多小时后，我站在林曼门口，看着林曼对着那放了100万现金的箱子磕头。姐，还要不？我找人去取。我摆摆手让人闭嘴，这才蹲下身子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给你剩下的。林曼对我笑得比对许晨笑得开心多了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我点点头，坐着我弟迈巴赫离开。婚礼的前一天，我赶在许晨上班的时候去了许家，专门在小区门口堵住了人。小陈，这里是彩礼钱8万块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家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怕到时候我拿不到手上，所以先给阿姨保管吧。我笑得一脸真诚，恨不得把恋爱脑3个字刻在脑门上。许晨眼里晃过一丝震惊，震惊之余是满眼的自豪。也是，遇到我这样一心向着夫家，连他出轨都能原谅的媳妇，谁不自豪？看着路过的大爷大妈，我知道这消息不出半个小时就能传遍他们小区。陈哥，林曼踩着点到的，一脸委屈的样子，手上还拿着报告单。许晨明显一慌，正要说话，林曼直接扑进了人的怀里。陈哥，我怀孕了，回家说。许晨拉着我跟林曼的手，双双带回了许家。什么？你个杀千刀的！陈林依然搞了一手打人的戏码，不就是让我心软吗？我拼着不要钱的演技上前拦人，顺便替许晨说了好话。阿姨，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今天这事情一闹，别人都知道了。我故作委屈，顺便趴在陈林的肩头假装啜泣。我才把彩礼给了他，我就想跟他过日子，没想到，呜！不得不说，我这演技多少有些夸张，但是效果不错。陈林一听，立马骂人，说着许晨怎么能要我的彩礼钱？好媳妇，妈绝对不会亏待你，你是懂事的，这里是50万，妈给你补上。陈林一口一个儿媳妇，一口一个妈，不会亏待你。我含泪收下那50万，转头就说要回去上课了。出门之前，我看了一眼林曼，他对我眨眼，接下来就看他的本事了。毕竟我才是金主。
结婚的当天，我让我爸妈跟弟弟晚点来。许晨在酒店匆匆接了好几个电话后，出门就没回来。我一个人站在台子上，看着下面一众的好友宾客，等着许晨回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许晨人呢？怎么让人家沈月一个人等着呀？沈老师真是好女人啊！我听说好像许晨出轨了。不会吧？许晨那单位要是真有事，肯定是开除的呀，他怎么敢呢？下面议论纷纷，我全然当作没听见。姐姐，要不要下来休息会？耳边突然传来声音，我扭头对上一双清澈的眸子。眼前的男人穿着酒店服务员的西装，长相清秀的男孩子，一看就年纪不大。我摇摇头，略微笑了笑，算是感激。一个陌生人都同情我的遭遇，看来今天的戏一定足。片刻后，许晨回来了，不过他身边还跟着林曼。陈琳走在他们后面，一脸的骄傲。我知道林曼昨天在许家看来是成功了。沈月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不办了。许晨的声音很大，像是在对我宣告什么。现场因为许晨一句话激起了千层浪。我的天哪，许晨是什么渣男啊，居然当场悔婚。真的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我拿过早已准备好的话筒，张开了嘴。你出轨了，对吗？许晨咬牙不说话，现场一片骂声，唾沫子几乎把他们淹没。怎么叫出轨呢？曼曼跟小陈很早是情投意合，你们的婚礼，我们家本来就不同意，是你逼着小陈娶你的。陈琳见儿子被骂，自然不甘心，站出来替人出头。再说了，你们家一个养猪的，还有个弟弟，你缠着我们家小陈，不就是贪图我们家的家产吗？昨天勒索了我们50万，今天还非要结婚，不就是还想要钱吗？大家伙可别信他的，他是伏地魔呀。陈琳歪曲事实的本事还是有一点的，可惜我早已预料到了。50万？你们家给了我8万的彩礼，我昨天可都给许晨了，阿姨你们小区可都看见了。此话一出，我就知道陈琳站不住脚，毕竟那50万可没人知道。你，如今已经撕破了脸，我索性说开了。许晨，她都怀孕了，你难道还不想承认？你是出轨吗？许晨瞪着我的眼睛似要吃人一般，我看着林曼挽着许晨的手，不断地给人顺气。那又如何？你们家一个养猪的，你不就是想要嫁给我趁机往上爬吗？今天就算是鱼死网破，我也不会娶你。我告诉你，曼曼可是华盛集团的千金，就算你让我丢了工作，我也不会低头的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许晨也终于承认他出轨了。现场一片唏嘘声，有人替我不值，有人嫉妒许晨觅得高枝。华盛集团在我们市是龙头企业，食品产业的大哥大。华盛林总的千金啊！我的天，怪不得许晨这么狠，居然敢当面悔婚。别说他一个小小科员，华盛的女婿那不比啥都强。我站在台子上，看着许晨得意的嘴脸，心中只想笑。沈月，别痴想妄想了，昨天给你的钱，我们也不要了。你要是想逼着我娶你，是不可能的。我这辈子只爱曼曼一个人。许晨忙不迭地表着忠心，搂着林曼的手不肯松开。今天来的客人可以继续吃，这场婚礼虽然不办了，但是小陈跟曼曼的订婚宴还是要办的。今天算是小请，回头请大家吃大的。陈琳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，转头对着众人陪笑得开心。在他看来，我闹也无济于事，反正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。月月啊，反正你们也没领证，你要是肯认错，阿姨回头给你介绍个老实的，你好好过日子。
笑话，陈琳居然还想让我认错，她还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。姐姐，下台休息一下吧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。刚才跟我搭话的酒店服务生直接上台来要扶我下去。我微笑婉拒，抬头看向门口，我爸妈应该快来了。下一秒，房门口出现了我爸妈跟弟弟的身影。我爸一改往日的下地装扮，一身精致的西装，手腕上戴着7位数的表，高调得很。我妈更是穿着香奈儿的当季新品，手上的包恨不得闪瞎众人的眼。再看我弟，就差把富二代3个字写在脸上。呵，你们家还真是虚荣，怎么拿着我们家彩礼钱买山寨货来装样子是吧？陈琳见我爸妈后，直接嘲讽。我爸睨了人一眼，上位者的威严和气场此刻彻底发散开。他只是退居2线养猪丸，但毕竟可是华盛的总裁。笑话，我都不知道我林盛什么开始要穿冒牌货。我爸一开口，现场纷纷议论。林曼趁机松开了挽着许晨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笑话，你们家还真是不要脸，居然还敢冒充华盛总裁，那可是曼曼的父母。陈琳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，还不忘记跟周遭的人讲述我们家的养猪的。大哥，都安排好了。我小叔从外面进来，对着我爸点点头，一脸愤恨地盯着许晨。这不是华盛的老板吗？众人指着我小叔说话。确实，集团现在的话事人是我小叔，因为我爹偷懒，加上我弟弟年纪太小，只好我小叔操劳些。本以为我结婚后让我回集团分担，没想到许晨他不上道啊。那个您是曼曼的父亲吧？陈琳对着我小叔笑得牵强，毕竟我小叔的脸可是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的。不是，我没有女儿。场面一下热闹起来，我看着陈琳反应过来的脸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是时候，我得亮明自己的身份。陈阿姨，你怕是忘了吧？我跟我妈妈姓，我们家是养猪的，不过有几10万头。华盛是做肉类生意发家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拿着话筒对着人缓缓地说着。陈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许晨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你这个贱女人，你勾引我儿子，还骗我们你是华盛的千金大小姐。陈琳对着林曼发疯一般的拉扯头发，林曼哪里是吃亏的主，直接跟陈琳动起手来。你们才是猪油蒙了心。再说了，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，都包养我半年了，还拉着我在婚房上床。林曼的声音尖锐又刺耳，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满意。我想找个长期饭票怎么了？是你们蠢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信。一场闹剧最终被酒店的保安拉开，陈琳却突然跑到我面前跪了下来。月月，都是阿姨的错，你原谅小陈吧，他也是一时糊涂啊。陈琳拉着我的婚纱裙摆，哭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。许晨也反应过来，赶紧上前要拉我的手，我一个闪身甩开，瞪了人一眼。狗东西，你再敢碰我姐一下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我弟被我小叔拦着，不然真要上前打架了。我见我爸着急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月月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以后但凡我对不起，你就打死我好了。许晨双眼含泪，着急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不晚，怎么会晚呢？你跟小陈这么多年，肯定是有感情的。月月，你看今天的婚礼，本来就是你们的，林曼那个贱女人，阿姨、布妈给你们赶走。陈琳起身，一口一个妈妈喊得亲热。我蹙眉，被眼前的2个人恶心的想吐。这婚礼自然要办，不过不是跟他。我扭头，
看着我后面站着的服务生弟弟，笑问：“多大了？结婚了吗？有女朋友吗？”弟弟一愣，下意识回答：“22，单身。想娶媳妇不？陪嫁几十万头猪的那种。”他眼神一惊，随即垂眸浅笑，看了我一眼，牵上我的手：“不用陪嫁，这酒店是我给你的彩礼。”我一愣，这小子比我还敢说。月月，你疯了吧？你随便找个人嫁了，都不顾我们这4年的感情吗？许晨厉声质问我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许晨，你出轨在先，别搞得跟个受害者一样。还有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已经联系律师了，等着撤职吧你。我往后依靠，身子陷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今天这场戏圆满了。陈琳和许晨被保安抬了出去，耳边终于清静，我也彻底松了一口气。酒席继续，我爸人手送了1箱精品黑猪肉，外加1瓶红酒，礼金全数退还。酒宴继续，算是给大家压惊。我在化妆师的搀扶下回了后面卸妆。大小姐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经此一事，我的身份也藏不住了。为了避免一些麻烦，加上我也想散散心，前几天已经给学校递了辞呈。不见，我有些累了，只想明天出去玩。是刚才那个人。我挑眉，差点把那弟弟给忘了。刚才光顾得图痛快，拉着人跳了坑。让他进来吧。我正琢磨要不要给点礼，或者不行谈个合作，赔个不是算了。没想到弟弟一进门，直接给我一个暴击。姐姐，这是我的户口本、身份证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扯证？我眉梢一跳，这孩子认真的。那个，其实我刚才就是演戏，演戏你懂吧？原来姐姐不喜欢我，可是我当真了呀。不过没关系，姐姐可以跟我先婚后爱。你小子言情小说看多了吧？还先婚后爱？我们不熟，慢慢熟悉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他猛地靠近，双臂按在化妆台旁边，把我困在中间。我鼻尖还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看着那含笑的眼睛，一时间有些恍神。可我如今已经很难相信一个人的真心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提，我能补偿给你的一定尽力。我别过头去，垂下的睫毛遮盖住了眼底波动的情绪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对了，我叫顾明玉。他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报上了名字。顾明玉，我轻轻念叨，有些耳熟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爸妈拉着我的手说要带我回农场住。我弟非要拉着我去旅游散心，小叔再次表示让我出去玩玩，顺便考察下分公司更好，回头好接他的班。我们家的男人每一个都想着早日退休。月月，今天那个男孩子是你顾叔叔的儿子，你怕是不记得了，小时候还跟着你们姐弟玩过一段时间。我回想了一下，似乎记忆中有那么一个小男孩，不过印象不深刻。妈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我知道我妈的好意，可我也不想那么快开启新的感情。不谈了，就算你这辈子一个人过，爹跟你弟弟也养得起你。我爸气得不轻，脸色都白了几分。我弟带人去公寓给我收拾东西，我回农场住了几天，等着交接完学校的事情就出去玩。顾明玉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在农场住，每天屁颠屁颠地跟着来。我喂猪，他就去拌玉米饲料；我上头割草，他就背竹篮，不吵不闹，搞得我下逐客令都没好意思。姐姐明天去学校的话，我送你好不好？晚饭后，我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他在一旁给我切水果。不用，我弟有空。
他没空，他明天要去公司学习。那你能不能也去你们酒店学习？别整天缠着我。说实话，我有些遭不住了。最近晚上做梦都能梦见顾明玉，还是那种春梦，导致我白天看见他对我笑，我都心虚。姐姐担心我荒废事业是吗？不会的，我在国外留学那会，大姨就在酒店实习了，现在经验很足的。我眨眼，想到我弟大姨就琢磨上班退休，就觉得我们家未来发展堪忧。姐姐，今晚听说要有雷暴，我要是害怕，你可以来陪我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顾明玉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害怕就回去。我起身进屋，留他在原地哈哈大笑。第二天一早，顾明玉开车送我回市里学校。我这几天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，刚开机，消息轰炸的我差点摔了它。我虽然已经把许晨跟他家人的联系方式拉黑，但是依旧有陌生号码给我发的短信以及各种加好友消息。不用想，肯定是许晨。果然，下一秒有电话直接打了进来。喂，月月，月月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去死。我离开你活不下去。许晨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哭喊声太大，导致开车的顾明玉都不耐地蹙了眉。那你死远点。顾明玉开口，我听见身旁的人扑哧一笑，忍不住勾了擦嘴角。一大早被许晨打扰的心情，看着顾明玉的笑脸，瞬间好了几分。谁在你身边？是不是那个难得？沈月，这才几天，你就跟别人的男人在一起了？你们是不是睡了？许晨居然还在质问我。我嗤笑，不知道当初我是怎么瞎了眼看上了他。对呀，他比你活得好多了。我声音贼大，输人不输阵。说完后偷瞄了一眼顾明玉，见人对我眨眼，我老脸一红。月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为了你工作也丢了，我爸妈工作也丢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你回来好不好？实在不行，我入赘到你们家好不好？许晨居然还在做梦，之前嫌弃我家各种不好，现在开始想尽办法要进我们家了。许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的工作是你自己丢的，别给我泼脏水。我挂了电话，顺手拉黑了这个号码。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活好？要不今晚亲身体验下吧。顾明玉一边单手开车，一边伸手解开了上衣的纽扣。我咽了一下口水，那肌肉线条明显的让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你赶紧穿好，学校要注重穿着。我扭头不去看人，耳边听见人的轻笑声，忍不住带入了最近的梦。学校一到，我让顾明玉在门口等我，我进去办理手续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出门，突然旁边闪过一个人影来，直接抱住了我。我大喊一声，待看清来人后，惊掉了下巴。几天不见，许晨不修边幅，胡子拉碴，头发油腻腻的粘在一起，看上去像个流浪汉。许晨，你疯了吧？我使劲儿想要推开人，却被人抱得更紧了。月月，你说你是不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从来不打扮，现在却打扮得这么好看，你还敢说不是为了他？我无语望天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嫌弃我裙子短，嫌弃我衣服紧身，嫌弃我化妆，加上我在学校工作，穿着也更加宽松得体。久而久之，许晨看腻了，也觉得我丑了。可如今，我已经辞去了工作，我想怎么穿是我的事情。放开他！顾明玉突然出现，一脚踹开了人。许晨在地上滚了2圈，狼狈的可怜。
我被顾明玉护在身后，心底一阵感动。我就知道你嫌贫爱富，你还是选了这个男人。他们家有酒店，比我还年轻，是不是？许晨在门口大声叫骂着，我只觉得他像个疯子。他怎么有脸说这句话的？这不是当初他出轨的理由吗？学校门口聚集了许多人，我跟许晨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但是许晨出轨更是被人唾弃。加上我在学校的好口碑，周边的人都站在了我这边。许晨对骂不过，狠狠地盯着我。许晨，找个班好好生活吧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我转身要走，突然听见身后一阵怒吼。我回头，只见许晨手上拿着一把短刀朝我扑来。我大惊，眼看就要被人刺中，突然眼前一个身影，顾明玉抱住了我。我耳边只剩下周围人的惊呼，有人喊杀人了，有人喊着叫救护车，有人说要报警。顾明玉在我耳边说了句话，我没听清，我大脑空白一片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。救人啊！我怀里的人不断地往下滑落，我能感觉到双手上的一片黏腻。顾明玉白衬衫被血浸透，很快开成了艳丽的花。手术室外，我咬着牙苦苦地等着，脑海里想过很多事情，最终只能祈祷他的平安。我爸妈也没有办法，在生老病死面前，再多的金钱都是无用的。2个多小时后，医生出来点点头，说是脱离了危险。我猛地松了一口气，抱着我妈痛哭，心底紧绷的线终于松开，我也放心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天天往医院跑。警方那边做了几次笔录，最终许晨因为故意伤人进了监狱。至于陈林，他没敢再闹。顾明玉恢复得不错，一开始病恹恹的，后来也能说笑了。你能不能快点？我手酸了。我咬着牙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这人背部受伤了，又不是手受伤了，怎么什么事情都找我？姐姐，医生说不能弯腰，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你动手就行，这跟你弯腰有什么关系？我把手里的毛巾一扔，转头走人。洗个澡还要我帮忙搓，搓了上半身，搓下半身。姐姐，你好像忘了擦这个地方。顾明玉一挺腰，我看着腹部以下的地界，那是我能擦的地方吗？顾明玉，你给我穿上衣服。我对着人凶了一句，红了脸。姐姐怎么这么不经斗？以后可怎么好？她突然从背后抱住我，我不敢动，她身上还有伤。顾明玉，你别太过分。怎么会呢？昨天下午姐姐做梦还喊我名字，说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还有别的。闭嘴！我有些心虚，难道我做梦真的说梦话了？这真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，尴尬到家了。姐姐，跟我在一起吧。顾明玉在我耳边说话，我突然想起来那天顾明玉给我挡刀的时候说的话。他说，姐姐一定要快乐生活，如果我不见了，姐姐找个新的守护者。我鼻子一酸，点了点头。没办法，弟弟太撩了，姐姐遭不住。顾明玉1个月后出了院，顺势搬进了我的新家，美名其曰婚前同居，培养感情。我在连续迟到5天后，把人的行李打包送回了他的家。顾明玉，以后周末过来就行，我不想天天迟到了。姐姐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都够收敛了，都没有1夜2、3次呢。你怎么不说你一次折腾我2小时？我跟他堵着门对峙，死活不肯放人进来。姐姐，我背疼。他声音软软的，我承认我每次都心软，但是被骗的多了就不管了。几分钟后，没见人说话。我狐疑开门，被人一只脚插进来，紧接着整个人进门扑倒了我。
姐姐这么好骗，我要是走了，坏人来了可怎么办？我大怒，照着人打，最终又打到了床上。1个月后，我跟顾明玉的婚礼在他们家的酒店举办，场面盛大，酒店的所有楼层都挂着我们的结婚照。老婆，这是我给你的聘礼，我们家在全球所有的酒店。我看着他递给我的金钥匙，笑出了声。我出嫁了，带着几十万头猪的嫁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